嗨，大家好，这里是 Eric 凯电台，我是 Eric。这一期我们来把之前的坑给填掉，来讲一讲肩关节弹响和疼痛的问题。视频后半段我设计了一套自我复健和预防的训练计划，大家可以来进行跟练。有时候，当你抬起手臂去取高处的东西，或者是在健身房练习上肢的动作时，都会听到肩膀里咔嗒一声脆响，但是又并没有任何疼痛感和不适啊。有经历过这种情况的小伙伴，请打1。如果弹响只出现了1次，那么有可能是关节腔内的负压造成的。这种情况呢，无需太在意，不会对你产生什么影响。但如果弹响持续的出现，则有可能是肱二头肌长头的肌腱在你的肱骨头上来回波动造成的。咱们肱二头肌的长头跨过了肱骨，连接到我们的肩胛骨的鱼上结节。正常情况下，这一头的肌腱应当是被限制在肱骨的这个结节间沟内的。但是由于我们的肱二头肌紧张或者是肩袖力量不足导致的肱骨前移等情况，就会让本来在肩沟内的肱二头肌长头肌腱在沟内沟外来回的波动，造成了弹响。这种弹响暂时不会产生疼痛，但如果长时间不注意，就有可能产生炎症，出现痛感。改善的方法我们可以参考视频后面的跟练计划。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有疼痛的弹响。一般来说，伴有疼痛的弹响主要是由于肩峰撞击造成的。什么是肩峰撞击呢？我们的肱骨也就是大臂，它和肩胛骨肩峰下有一个小小的空间，这个缝隙之间有冈上肌的肌腱和在2块骨头之间起缓冲作用的这个滑囊。一般情况下，2块骨头是不会触碰在一起的。但如果因为某些原因导致它们之间空间的缩小，挤压了冈上肌的肌腱，乃至进一步的发生骨与骨之间的接触，就会出现伴有疼痛感的弹响。长此以往，容易引起肩峰撞击综合症，也就是肩峰下滑囊炎或者是冈上肌肌腱炎。区别肩峰撞击症和其他肩部问题的最佳方法就是判断疼痛弧。如果你的肩部疼痛只出现在当手臂外展60度到120度这个区间，那么就属于肩峰撞击症的范畴。那么要改善和预防肩峰撞击，就得先弄清楚造成肩峰下空间缩小乃至碰撞的原因都有哪些。第一，生活中的错误姿势含胸驼背、长时间的伏案或者是看手机，就会让你的肱骨和肩胛骨无法处在正确的位置，在错误的位置上做动作，就会增加肩峰撞击的可能性。所以如果你现在正在以这样的姿势拿着手机看我的视频，请马上调整你的姿势。第二，运动中的不合理动作，尤其是一些肩部肌肉的训练动作，经常练习侧bình举或者直立划船的朋友要注意了。如果你们在做侧bình举的时候喜欢这样，也就是说我们平常说了倒水式侧bình举，或者直立划船的时候过度的内旋手臂，这样本来你肩峰下的空间是足够的，但是就因为你在动作上加了这些不太合理的小细节，就会让肱骨头上凸起的肱骨大结节转到上面与肩峰发生撞击。如果你之前也是这样做过这2个动作，请打1。解决的办法很简单，侧bình举我们需要去掉倒水这个动作，就用最常规的姿势，手背朝上，同时你的手臂高度抬至肩膀的高度即可。至于直立划船，我们需要尽量避免手臂过度的内旋，换句话说就是始终让你的双臂肘窝相互对应而不是指向地面。动作顶峰时，肘部的高度同样不要超过你的肩部。第三，如果你的上背部肌肉力量不足，而胸部肌肉又过于紧张的话，就会导致肩胛骨被带到过于靠前的位置。判断的方法很简单，伸出你的大拇指双臂自然悬垂。如果大拇指没有指向前侧，而是向内，则说明肩胛骨可能没有处在正确的位置上。此外，肩袖肌群力量薄弱，又会让你的肱骨头无法很好的稳定在你的肩关节窝内，发生上移。以上这2种情况加在一起，就会增加肩峰撞击的可能性。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可以通过运动的方式来强化相关肌肉的力量，同时松解紧张的部位，就能起到很好的预防和复健的效果。针对肩部弹响和肩峰撞击，我编排了一套简单易操作的训练计划，每天花上10分钟就能帮你预防和改善肩部问题。在开始训练前，大家可以先将视频交到自己的收藏夹中，以便往后更方便的进行。
训练内容建议每天或者每隔1天进行一次，我会单独做一个跟练版本放在 P2。另外，我们在每次进行力量训练之前，务必要对肩部进行一个充分的热身，让附近的肌肉得到激活，增强肩关节的稳定性，这一点非常重要。好，今天内容就到这儿，祝各位的肩膀健健康康。这里是 Eric 凯电台，喜欢我内容的话，不妨来个3连，戳个关注。谢谢大家收看，我是 Eric，咱们下期见。